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使用 AI 去彻底改变你影片拍摄的背景，无论是多么疯狂的、多么有创意的想法，AI 都能够帮你实现。或者说，你想在已有的场景里面去添加一些元素，也是可以的。这期影片我会展示给你如何使用免费的 AI 技术去做到这些。Hello， 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在影片下方描述栏，你可以找到非常多进频道的使用工具。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进入到你的剪辑软体里面，去导出其中的一个画面。比如说我使用的剪辑软体是 Premiere Pro， 然后选择这一帧的画面，使用这个功能导出帧。这里面你可以更改个名称，然后选择 PNG 的格式，导出最高清的图片，然后选择确定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到这网站，你可以输入 firefly.adobe.com 就可以进入到这网站里面了。然后需要选择这个创意填充。在我制作影片的时候，这个功能还是属于 beta 版本，所以是免费开放使用的。我可以选择这个上传图像，像是上传了刚才我导出的图片了。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边的界面，它界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在左边会有插入、删除、平移3个操作，然后底下是添加、减去、设置背景、反转，还有个清除。首先我选择插入，然后这边选择添加。比如说我想在这个背景里面去添加一幅画，我可以使用我的鼠标在这边涂抹，去标注出一个区域。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透视的效果，才会显得更加真实。现在我就标注了这区域了，在底下可以输入一些信息，去描述一下我想要创建的图像。我在信息框里面输入的信息就是一幅艺术画，想让 AI 去帮助我生成一幅画。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选择添加，再选择生成。现在 AI 就在帮助我处理了。你可以看到 AI 帮助我生成一幅画，但是不太真实。这是第一种版本，然后这个是第2种版本，这是第3种版本。这个稍微更真实一些，但是我觉得都不太满意，我可以选择更多。像 AI 又帮助我生成更多的版本了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生成了另外一种版本，然后这是这种版本，还有这种版本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画框，所以我选择取消。我添加一些信息，一幅艺术画带有画框。我们去看一下效果，我选生成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AI 就生成一幅画，并且带有画框了。这是第1种版本，然后这是第2种版本，这是第3种版本。我个人认为这个版本我是更加喜欢的。但是我想让 AI 再试一下，所以我选这个更多。现在生成了另外3个效果了，这是第1种效果，这第2种效果，然后这是第3种效果。我个人喜欢这种效果，所以我选择保留。然后在左边的区域，我想把它变成一个书架，所以我可以首先标注它区域。这个时候我输入书架，选生成，就可以看到在右边就变成一个书架了。这是第1种版本，这是第2种版本，然后这是第3种版本。我个人喜欢第1种版本，所以我选择保留。然后在这里面我也可以再添加一个元素，比如说我可以添加一个霓虹灯的标志，还是一样在这里面标注一个区域。在信息栏里面输入霓虹灯标志，然后选生成，就可以看到会生成这样的标志。这是第1种版本，然后这是第2种版本，这是第3种版本。我想让 AI 再去帮我生成更多的版本，所以我选了更多。现在又生成了另外3种版本了，这是第1种版本，然后这是第2种版本，这是第3种版本。我个人喜欢这种版本，所以我选保留。在我不断的测试之后，我发现在你背景里面需要保留一些真实的元素，然后再搭配上一些 AI 生成的元素，这样会显得更加真实。接下来我们可以下载了，我选右上角下载，这它就会告诉你，在你下载图片里面会带有它的水印。这样能够让其他人知道这是由 AI 产生的。像我导入了刚才那张图片，我把它拖入到我剪辑区里面。像我导入到我剪辑区里面了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会它水印。我可以隐藏这个轨道，就恢复成原始的背景了。然后需要选择这图片，然后选择效果空间，在这里面选择不透明度，在这里面选择笔的标志，就会产生一个蒙版选项。然后需要做出一个蒙版，不需要非常精确。我需要包含这个水印。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需要选择这个已反转，这时候我可以来播放一下，就可以看到我完全替换了我影片背景了。
将会展示给你更高阶的方法，用 AI 去替换你影片的背景。不过在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期片的分享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。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使用到 Adobe Photoshop Beta 的版本，像我进入到它的界面里面了。首先我需要调整一下这个画布的大小，我把它变成宽度为5000像素，高度为3000像素。接下来就需要抠取这个人像了，我选这个拉锁工具，勾选完这个人像。然后选这个 Invert Selection 就是反选，就选择了除了我人像其他的部分了，然后再选择删除，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， 就可以看到其他的部分都被删除了。接下来我可以选这个 Generative Fill， 这里面就可以输入一些信息，让 AI 去帮助我生成图像了。比如说我想让它生成一个现代的办公室，我可以输入 Modern Office， 就可以看到它帮我生成一个这样的背景。这里面会有3个选择，这是第2种选择。然后这是第3种选择，如果我都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选择这个 Generate， 它又再帮我生成了。现在它又帮我生成了另外3种选择，这是第1种选择，你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个人。然后这是第2种选择，接下来这个就是第3种选择。比如说我选择这背景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些痕迹，我选这个 Add to Mask， 然后对它进行涂抹，去消除这些痕迹，就可以看到我完全置换了另外一个场景了。除了这之外，也可以让 AI 去做出另外的场景，比如说让它变成摄影工作室的场景。我输入 Film Studio， 选 Generate， 现在就帮我生成了另外一个场景了，在摄影工作室里面。这是第1种版本，然后这是第2种版本，这个是第3种版本。你可以输入更加精确的提示词，去让 AI 帮助你生成你想要的场景，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有创意的。我可以把场景变成在太空站里面，我输入 Space Station， 选 Generate。现在就可以看到，这感觉就是我在太空站里面去拍摄影片一样，但这里手部的处理有些问题。这是第2种版本，这看起来更加真实一些。然后这是第3种版本，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发挥出无限的创意。像我就导入了刚才我制作图片了，还是一样选择笔的标志，创建一个蒙版，然后勾选出我这人像，选择已反转。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在你做出一个蒙版的时候，这旁边会有一个很强的痕迹，你可以使用蒙版羽化，就可以弱化掉这痕迹了。我可以播放一下，就感觉我是在航天站里面去拍摄影片一样。这里我分享了个小技巧，去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真实。在我影片里面，通常会使用关键帧的功能，比如说画面慢慢变大，我可以首先截取我想要变大的画面，比如说在这一段，我可以把它截取出来，然后对这个画面进行关键帧缩放。我选择缩放，在起始点做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再做个关键帧，比如说变大到108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因为有蒙版的关系，就会有这样的切割。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右击选择复制，再选择我这张图片，右击选择粘贴属性，这里面视频属性选择运动，就可以看到这边界线就没有了。可以来播放一下，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画面变大的效果。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影片的画面颜色，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调整图层，我选这个新建项，选择调整图层，然后把它放到这画面上面，所有的颜色调整都是作用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的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图层了。一般来说可以做一下基本的颜色校正，比如说这在太空站里面，其他都是机器，是属于偏冷的，所以可以调整色温到蓝色，然后提高一下曝光，提高一下高光，加入一点点白色。然后在创意选项里面可以调整一下锐化，再调整一下饱和度，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画面会更加好的融合在一起了。AI 技术真的非常强大，甚至能够帮助我去做出一部完整的 YouTube 影片。你可以看这期影片，一定会让你非常震惊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，追踪我 IG， 能够会有更多互动。那么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